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昨天的美股市场呢，真是冰火两重天，道指和标普勉强收红，纳斯达克却被科技股拖累，跌了0.36%。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一句"不急着降息"，直接把市场吓出一身冷汗。但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明晚的 CPI 数据可能引爆新一轮的震荡。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纳指背后的关键玩家，特斯拉为何暴跌？苹果又在憋什么大招？结尾还有独家的预判，别走开哦！大家记得点订阅按钮，以便后续收看我的内容。那么这张图表展示的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那么我们来放大一下这张图片，看一下。这一根是昨天的走势，那么目前来看呢是一根小 K 线。那么它现在目前还在上个星期五的这根大的阴线当中。那么我们来看，那 Lucy 呢看盘是有3根均线的，这根白色的均线，还有这根短期的均线，还有一根趋势的线。那么我们现在看这3根线其实是粘在一起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看到了这个行情，它现在属于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那么纠结是大家很希望说看到纳指还能继续重振雄风向上，还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会到寻求一个支撑？那么我们来再重点的细分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MACD 的一个指数。那么目前的 MACD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震荡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红柱子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但是始终没有金叉向上。那么昨天的呢 K 线它还是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向下的柱子，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以 Lucy 的一个看盘的方式，那么就各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势来分析的话，纳指有可能还会向下去寻找一个支撑。那么这也与 Lucy 在2月10号的一个预判呢是相吻合的。那么目前为止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纳指的一个回落的一个风险。那么纳指它究竟能回落到哪里呢？大家十分想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短线而言的话 ，Lucy 把近期的行情呢做了一个图形的一个划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去年的11月中旬，从去年的12月开始到今年的2月，那么经过2个月的一个震荡呢，它其实走出了一个菱形的一个图形。那么其实菱形的话，我们是可以按照一个整理三角形来去看的。那么整理三角形的话 ，Lucy 呢是在之前的技术视频当中有给大家做过普及，那么这里呢还是要再次的讲一下，我们把整理三角形用到了纳斯达克指数当中。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的走势的话，实际上它还在这个整理三角形的靠近上沿的地方。所以说如果它想完成这个图形的话，那么向下它寻找支撑的话，会是这样一个黄线的这个位置吗？我们把之前的低点和低点连线呢得到了这样一条线。那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条线所处的位置大概是19400点左右。所以说目前为止，那么现在纳指还剩后半周的一个走势，那我认为接下来纳指可以去在19400点这个位置呢去寻找一个支撑。那么一旦在19400点这里出现了一根像这样的一个触底反弹的阳线的话，我认为短线是可以去做一个反弹的。那么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它要配合 MACD 至少是一个绿色的柱子或者是金叉。所以这个就是纳指下半周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看法。这里 Lucy 是用到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标准来给大家讲解的。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订阅粉丝们， Lucy 准备了2025年的开年小礼物送给大家，是 Lucy 精心整理过的独家3金共振战法，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的实时变化。另外，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还准备了内部直播教学，想要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同学们，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置顶留言链接里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
点击链接给助教老师发送新年礼物就可以领取到了。今天最惨的莫过于特斯拉，股价暴跌6.34%，创下3个月最大单日跌幅，市值蒸发超300亿美元。虽然公司刚宣布向日本供应548兆时的 Makepack 储能电池，但是要在2027年才投产，但市场显然不买账。那核心的问题还是需求疲软。那对应中国新能源车竞争的白热化，比亚迪靠天神之眼智驾技术狂卷10万级市场，甚至把高阶功能下放到7万车型。那特斯拉的技术光环正在褪色，加上鲍威尔浇灭降息预期，高利率环境让成长估值承压，资金疯狂出逃。我们还是来看看特斯拉的技术走势图吧。那么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到，从 Lucy 的2月10号的一个视频里就提到了特斯拉的走势其实还没有跌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周一的一个走势是向下的，然后顺势昨天其实是出现了一个6%的一个大跌，其实是符合了 Lucy 的一个预判。那么 Lucy 当时在视频里也提到了，实际上特斯拉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支撑呢分为2个点，那么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里打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那目前现在特斯拉的收盘价是326，它还没有到达 Lucy 之前判断的314的位置，所以说目前特斯拉的走势呢 Lucy 大胆的给出一个判断，那么接下来它的一个 K 线有可能还会继续向下，但是说在314附近的话会得到一个支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它的价格是这样上行的，是绿色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轻轻的去做一个反弹。所以这个就是特斯拉的一个走势。那么目前为什么 Lucy 会有一个这样的分析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交量。那么这个过程呢，成交量的一个放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都是在下跌的过程中，但是成交量呢会随着这个下跌的股价下跌的过程中它会增加。那么这个成交量的过程，那究竟是昨天是有真正的机构资金去抄底呢，还是因为特斯拉的不确定性，然后有恐慌资金出逃呢？那么到目前这个位置，结合 Lucy 的一个单价的预判，那么我认为在这个位置是有资金去参与抄底的。所以目前呢，我们还是维持所以 Lucy 目前还是维持一个等到我们的黄金分割的一个位置出现一根绿色的反包阳线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们才会去参与抄底。那么这个是特斯拉的走势，那这是从成交量上来判断。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 MACD。那么有朋友会问，我们之前是如何判断它的下跌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第一呢，是因为 MACD 它是走到了一个0轴下方，是一个属于弱势的走势。那第二呢，昨天因为 K 线的一个放大， MACD 它是一个加速下跌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因为刚刚我们有去看到它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呢 Lucy 认为在这个位置有机构资金跟 Lucy 的判断是一样的去抄底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析。那我们再用另外一根模型线来看一下，那么 OBV 它还是属于一个黄线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黄线下降趋势的话，就证明它还是有一个向下的一个走势的。那么白线现在也属于一个加速下行的过程。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像 OBV 它的一个走势，如果说白线与黄线分离的比较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向下寻找回归的一个过程。那么说当下 OBV 现在是在下方，那它是否有一个向上拐头去找黄线的过程？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特斯拉它3个点去共振是否可以抄底的一个位置。那么Lucy 现在就给大家了一个价格，那么第二呢，也给了它一个指标的一个
位置如何去看？那么看懂的小伙伴可以在这个位置，去验证一下 Lucy 的一个预判。这是特斯拉的一个走势。据媒体的爆料，苹果正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中国版 iPhone 的，利用阿里电商数据定制的个性化服务，比如是购物推荐啊、支付习惯的一个分析。那此前苹果因为中国销量下滑焦虑不已，这次合作明显是接地气的自救。不过百度因技术不达标被踢出局了，阿里能否扛起这面大旗呢？监管审批仍是一个未知数。但市场已经提前压住了 AI 本地化的红利。我们来看看苹果的走势图。苹果的走势，那么苹果走势图呢，最近是出现一个大的一个过山车的走势，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一路上行，到高点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的一个 K 线组合，然后出现了一波有质量的回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过山车呢，基本上股价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回调到了原来的一个支撑的位置。那么我们就近的几根 K 线去分析一下苹果到这里到底能不能去抄底。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阶段的一个低价呢是219块1毛3，大家要把这个价记住。那等一下 Lucy 要用这个价格和最高价去用黄金分割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它的股价。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近期呢它这里有3根阳线，那么这3根阳线呢，我们可以看见它的一个量能是逐渐缩小的，也就是之前我们在课程里面给大家讲过的是价格是不断上行的，成交量是不断下行的，这种价涨量缩的组合。那么既然看到了价涨量缩，我们就不得不去参考一下它的一个抄底的位置。那么之前 Lucy 有讲过，在这一根关键的 K 线的底部，实际上就是一个低点的一个参考。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的股价现在在这一根大概是227元左右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就是苹果那么从量价分析上来看，那苹果公司目前它的股价在一个低位的一个运行当中。所以 Lucy 认为在这个短线的一个过程中的话是可以参与的。那么我们再去看第二个指标，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MACD 的位置。那么在零轴下方出现了绿色的柱子，所以它近期的一个股价是在这个219元附近，那出现了一个震荡。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股价的上涨，它 MACD 的绿柱呢是放大的。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 MACD 的走势。那么 MACD 呢，实际上目前现在处于一个水下的一个走势当中，也就是零轴的一个下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零轴下方的话，我们看前期的一个反弹呢，它在零轴的下方是出现了绿柱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动作，它带动的是股价的一个上行，但是呢，股价反弹到了一个压力位，它就出现了回调。但是苹果公司在这个回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1、2、3、4、5、6、7根 K 线都横在230块钱的左右上下震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MACD 的绿柱呢是一直有存在的，但是它的面积呢比较小，而且呢它在这个位置，昨天它的 MACD 呢是出现了一个不涨不跌的，没有红柱也没有绿柱的一个走势。那么昨天的股价可以看到它现在出现了一个绿柱，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呢小小的面积，那么 Lucy 看到的是一个将死不死的一个 MACD 走势。那这个 MACD 呢，之前 Lucy 有讲过如何去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将死不死的话，那 MACD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一个放大的绿柱，那么对应的股价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绿色的一个上行。那么结合刚刚 Lucy 有讲过的227元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支撑的话，
那么短期苹果的股价应该还会有一个继续上行的一个走势。那这是从 MACD 来佐证它的一个观点。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OBV 的一个走势。OBV 的话，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黄线其实还是一个走平，虽然它不是像这里一段是向上的，但是它现在走平的趋势还没有变，也就是说苹果在这一段的股价当中呢，它其实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过程。那么震荡整理之后呢，如果白线向上金叉了这根黄线的话，也可以佐证它的股价也还是继续上行带来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苹果公司目前这个228到230这个区间震荡呢，应该算是一个反弹的底部。这个是对苹果公司从技术上的一个预判。那么我们再用我们的 MACD， 我们再用我们的黄金分割去看一下苹果的走势。那么 Lucy 为什么加强一下 Lucy 在这个位置去想要抄底的一个决心？那就是我们去看，刚刚 Lucy 有提到说219这个位置是我们记住的一个低点，那么高点的话就是这一根高开的一根大阴线。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低点和高点的一个画线，可以得到一个黄金分割的比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前一次的黄金分割，它反弹的位置，实际上经过测算的话，从这个高点跌到低点的话，反弹的高点是61.8%，刚好是我们之前有测算过的最高的反弹的位置，所以在这个位置它就会下跌。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反弹的高点，那我们就要知道如何去抄底。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目前我们刚才看苹果的股价是230左右，那么它现在所处的位置刚好是61.8%的位置。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去参考的股价刚好也是它50%的一个震荡的位置。所以说目前它的230的价格刚好是回踩到了61.8%。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黄金分割的课程里面呢，有讲过61.8%、230这里就是它的一个支撑位。所以这里也就是刚刚 Lucy 说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可以去买进苹果公司的一个决心，就是这样得来的。那么大家听懂了吗？明天美国将公布1月 CPI 数据，这可能是纳指的生死劫。若通胀超预期，3月不降息的预期将强化，高估值科技股可能再遭抛售。若数据温和呢，资金或回流 AI 主线。所以说这个后面呢，大家要关注一下英伟达，如果它回踩了均线，是不是可以低吸？那么微软和 Meta 仍在趋势线上，可以参考我2月11日的视频解读哦。那么长期来看的话， AI、自动驾驶还有新能源革命仍然是核心赛道，但2025年注定是一个分化年。特斯拉能否靠机器人翻身呢？苹果 AI 能否落地呢？我们拭目以待。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拜拜。